大家好，我是乡村美食节，今天教大家做粉条肉末馅的包子。这个馅的包子在我开店时曾经被隔壁的包子店买回去2次做研究，他们最后也没有做出像我这样的包子。我的做法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，区别于传统的做法。它的特点是粉条蒸熟不发黏，既好看又好吃，非常的鲜香，也是当初我店里除了肉包子以外最受欢迎的一个品种。取大约300克粉条，放在凉水里面泡软。如果你是在冬天做，就用30到40度的温水来泡，千万不能用热水。这一步是粉条不发黏的关键之一。粉条泡软以后，我们来准备葱姜蒜。大葱切碎，把它单独的放在一个碗里。小洋葱一半切碎，放在另一个碗里。5粒大蒜拍扁切碎，和洋葱放一起。生姜切碎，也和洋葱放一起。葱姜蒜准备完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粉条。现在大概泡了几分钟，已经软了，但是用手掐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硬。我们先去发面，再让它泡一会儿。今天用到的面粉是伍德利3星多用途小麦粉，跟我之前用的伍德利3星富强高筋小麦粉是不一样的。酵母用的是安琪的，也就是去年我做馒头塌陷实验那期视频用到的酵母。盆里加入500克面粉，碗里加入260克的凉水，3克酵母。今天的配方很简单，就这么多。因为夏天温度比较高，使用凉水减少酵母的用量，来减缓面团发酵的速度。之所以要这样做，是因为我们的粉条馅还没有做好，所以不能让它发酵太快。第二，夏天天气比较热，面团发酵速度太快，面团很容易发过，一旦发过，内部的空气就很难排出来，蒸出的包子很容易塌陷。酵母搅化以后倒入面粉中，用筷子搅拌成絮状，然后用手和成一个面团。盖上盖子，我们开始切粉条。因为我买的粉条比较细，到现在大约泡了10分钟已经可以了。如果你的粉条比较粗，可以适当的延长时间，泡10到20分钟。用凉水泡出的粉条因为比较抠弹，所以我们在切的时候要一刀一刀的慢慢的切，不能剁。如果你是开店量比较大，你可以买一个像我视频里边的案板，然后再买一个盆底跟这个案板大小差不多的盆，把这个圆案板放在盆底，然后把粉条倒在盆里边，这样你可以切也可以剁，粉条弹它也只能弹在盆里边。如果在案板上你用刀剁的话，会弹的案板到处都是。大概长短就是这么长，因为我们是做大包子，长一点也没事。把切好的粉条盛进一个盆里面备用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用到的食材。取一小部分葱花放进另一个碗里，等会儿放在锅里边爆炒。肉馅的话是我之前打的肉馅，在冰箱里面已经冻好了。如果你们没有打好的肉馅，可以直接用五花肉切碎。把锅烧热，放入猪油，倒入葱姜蒜洋葱爆炒。粉条切完以后，我觉得粉条泡的有点少了，所以洋葱没有放完。因为洋葱放的太多的话，剩下的包子里面的洋葱会很难看。炒出香味以后，倒入肉末，肉末炒变色以后，放入适量的豆瓣酱。今天的调料都没有称，就像我们平常做饭一样，凭感觉往里面加就可以。放入王守一的包子饺子料，没有的话用13香代替。当然，今天的调料也只是根据我的口味来做的，你们也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口味来添加调料。肉馅炒熟以后，把火关掉，倒入粉条。倒粉条有2个时间点，如果你的粉条是用凉水泡的，有点硬，你就要趁肉末热的时候倒入。如果你是用温水不小心把粉条泡软了，你就要等到肉末凉了以后再倒入。粉条和肉末搅拌均匀以后，开始调味调色，放入适量的盐、南德、鸡精、蚝油、生抽，还有老抽。因为视频里边看上去颜色是可以的，实际它的颜色很淡。把调料混合均匀，
这时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没有放香料油。香料油是用8种香料加葱姜蒜熬制的，教程我之前已经发过了，不会的可以去看一下。调好味以后尝一下，如果口味不对，可以适当的调整。现在的粉条吃着比刚泡出来的粉条要软多了，但是中间部分还是有一点硬，这种状态就刚刚好。如果粉条在没有蒸以前就已经很软了，那它蒸出来肯定会发黏。调好味以后静止放凉，然后加入刚刚剩余的葱花，翻拌均匀。现在的馅儿是不是立马就变得好看有食欲了？一定要等到粉条馅放凉透以后才能加葱花，这样葱花能保持一个比较新鲜的状态。把粉条馅盛入盆中，准备包包子。这时我们的面也发酵好了，虽然它没有完全发酵起来，但是天气比较热，这种状态已经可以了。因为今天温度比较高，体力活就不做了，直接用压面机压。如果还有不会用手揉面的，可以看我之前发的一期专门教大家揉面的教程。压8到10遍以后，面已经压得很光滑了，我们把它卷起来出剂子。把揪好的剂子按扁。擀皮有2种方法，第一种右手推擀面杖，左手转包子皮，这个方法比较简单，也比较快，适合新手学习。第二种，2只手推擀面杖，使用巧劲儿让包子皮自己转，这个难度比较大，在我们老家比较流行。慢镜头看一下第一种方法是怎么擀的。右手推一下，左手捏着包子皮转一下，左手只动手指不动胳膊，2只手配合着转够一圈，包子皮也就擀好了。后续我会把视频当中的一些技巧和关键步骤做成小视频发布，方便大家针对性的学习。包包子的时候是大拇指放里边，食指和中指放外边，捏一下转一下，每次捏的包子皮越少，最后成型的包子褶就越多，相反，每次捏的包子皮越多，最后成型的包子褶就越少。包子封口有2种方法，这一种是开口的，通常素馅包子我都是捏成开口的，因为卖包子时素馅的有很多种，捏成开口的，这样不需要做记号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里面包的是什么馅儿，方便给顾客拿包子。肉馅我通常都是捏封口的，因为肉馅里边有很多汤汁，不封口汤汁很容易流出来。开口的包子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容易塌陷，因为开口的包子磁性能力下降，它无法包裹住气体，所以它容易回缩塌陷。当然，这不是包子塌陷的主要原因。包子包完以后，盖上盖子进行2次发酵，因为天气比较热，大概发酵10分钟左右就可以。2次发酵好的包子体积明显变大，用手捏的是软的。如果用手捏的跟刚刚包出来的包子捏的是一样的手感，那就是没有发酵好。2次发酵好以后，直接开水上锅蒸，大火上气，上气以后转中火，计时9分钟。我卖包子时都是蒸8分钟，因为家用的燃气灶火力比较小，所以多蒸1分钟。时间到以后关火，打开盖子，有2个开口的出现了明显的回缩，用手按一下，如果能恢复到原状，就说明蒸熟了；如果按一下是一个坑，就说明没有蒸熟。现在我们掰开看一下里边，粉条馅没有任何的发黏迹象，配上翠绿的葱花，看上去非常有食欲。我是乡村美食节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